前几天某平台的一条广告遭到广大网友的吐槽，所谓的内容传递的消费观清奇无比。大致内容是一位男子带母亲乘坐飞机，因母亲身体不适，男子希望空乘帮他换座位或者开窗，遭到了前座的鄙视。后面一大哥看不过去，说升舱的钱我来出，然后很自然地拿过该男子的手机，一顿操作借了15万。怕男子担心，还很贴心地说万元日薪最低1.9元，还没有一瓶水贵。这是什么逻辑？不是说好的这钱你来出吗？怎么还让我背上了负债？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实中，这位好心的大哥可能会挨打的吧。话说回来，鼓励借贷本身就存在问题，更何况万元日息1.9元，年利率6.9%也是很高的好吧。之前另一平台因为一条借钱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吐槽，想不到这个更过分。作为国内电商的2大巨头，给广大消费者灌输扭曲的消费观真的合适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类鼓励超前消费的广告不断的轰炸和洗脑，什么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生活不能没有仪式感，不管钱是自己的还是借来的，只有消费了，我们才是优雅的小资，快乐的小布尔乔亚。不借钱就过得不精致，活得很乏味。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理防线慢慢被攻破，会觉得这类现象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反观我们生活中，这种超前消费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月薪3500，花呗月支出15000，大有人在。星河的一个朋友，因为认识很久，所以对彼此收入、家庭这些都有所了解。但如果只看他的朋友圈，我都怀疑他是隐形的富豪。每天下午必须来一杯星巴克或者手做蛋糕，衣服竟然会穿设计款，化妆品用什么海蓝之谜，这个咱也不懂，只知道很贵。租的房子里还有各种高档小家电，戴森吸尘器和吹风机自然是少不了的。有次聊天，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你每天这么精致是怎么支撑的呢？他倒轻描淡写，信用卡花呗不都有钱吗？每天上班这么辛苦，当然要对自己好点。这让我想到之前排队抢星巴克猫爪杯和潮牌联名款 T 恤的事情，据说还有因此而大打出手的。因为不了解也不理解，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至少我知道他们赢得了朋友圈的精致，也失掉了现实中的体面。从心理学角度，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比如限量的噱头会触发人们稀缺性冲动和损失厌恶，比如看到别人都在买就被激活的从众心理，再比如买到之后会让人们感觉对生活重获控制感，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得到之后心理上的快感。这些原因都会让我们控制不住自己，比起账单上体感不强的数字，朋友圈的点赞和别人羡慕的眼神才是真的香。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年轻人朋友圈我们透支明天的额度来满足今天的虚荣，真的可以带来精致的生活吗？消费水平高能否跟精致画上等号呢？星河觉得答案并非如此。有学者指出，文化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我们对社交、尊严、自我实现的需求，归根结底是对阶层文化的需求，这或许比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更为重要。被假精致掏空自己，祸及家庭，透支未来，事实上是对身份、阶层的刻板印象，是对消费的错误认知。前段时间，吴昕在一个“你为什么如此美丽”的综艺节目中，去重塑一位不懂化妆的女医生。这个女孩今年34岁，在德国学习了7、8年，神经信息学博士学位。至于化妆，女医生一点都不懂。当吴昕问到 BB 霜和气垫时，女医生竟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更严重的是，在这位女医生34年的生命中，甚至没有口红。吴昕感到震惊。当她看到女医生的家里更是无比简单时，忍不住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女孩的家吗？”要知道，吴昕的精致可是众所周知的，二者的反差正是代表了2种不同的人生。这位女医生确实不像吴昕，可以清楚地区分各种口红、气垫和 BB 霜，但是她研究的神经信息学也是吴昕无法理解的高级领域。1天之内可以打扮成吴昕，但是1天之内无法成为一名女医生。小伙伴们可能会说，女医生和吴昕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决定了彼此的差异，而不是因为消费观念的不同。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富人，他们的收入水平自然是极高的，那他们的消费观念是如何的呢？娃哈哈宗庆后1年消费不超过5万，吉利李书福很少穿500元以上的衣服，格力董明珠一条裙子700元会穿好几年，而且化妆品很少，每天打扮自己不超过5分钟。我们原以为富人会更懂得如何精致，因为他们有时间有金钱，但他们心里的精致可能真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曾说过，精致的生活首先是清醒的，不是懵懂的，即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不是脱离自身；其次是平和的，而不是不安的；再次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的。所以这就很好地揭开了假精致的伪装。那些不断用奢侈品粉饰自己的人，活在了朋友圈和别人的看法里，这就是脱离自身的，而且也充满了不安和痛苦。其实在假精致泛滥的现象背后，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受关注。15万人正在豆瓣讨论消费降级这个话题。
他们认识到，年轻人正在被各种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各种刺激消费的营销广告所包围，同时提倡更加理性和审慎的消费方式，用物质上的精简换取精神上的充实。我想，可能并不存在什么消费降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所传递的价值观才是更值得鼓励的吧。小伙伴们觉得呢？你们会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呢？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